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世嘉 MD 平台的新游戏《阿斯特堡三兄弟》。本作是一款新游，游戏的类型是肉鸽银河城。大家当年玩世嘉 MD 平台游戏的时候，很少能够接触到这个类型。这里是一小段上手的关卡，教基本的操作。地图的中间就是营地，这个营地现在还比较空。随着游戏的推进，咱们在迷宫里边救出同伴，就能够丰富营地的功能。进入第一个迷宫，这个迷宫一开始给了一把弓。游戏一共是3个角色可以选择，咱们在营地里边是可以任意切换的。3个角色分别是战士、游侠还有法师。我选择的就是游侠。每个角色大概是能够用4种武器。游侠的话可以使用枪、弓还有弹弓。弹弓我还没用过，但是枪和弓比较的话，我还是更加喜欢弓，因为弓不限制弹药。枪的话，默认的枪应该是6发子弹，打没了之后你再开枪，有一个上弹夹的动作。这个如果控制不好节奏，还是非常影响体验的。但是默认的枪的攻击力比弓是要高的。像这种大型的宝箱是有概率出现宝箱怪的。那我刚才捡到了这个迷宫的地图，这里森林的精灵可以花费100块钱，给咱们提升血量最大值的上限。本作的血量有2种类型，红色的就是基础的血量。我刚才说的提升血量最大值的上限，指的就是提升基础血量。还有一种血是临时的，用紫色来表示。如果咱们捡到的话，就会出现在基础血量的右侧。临时的血量损失了就是损失掉了，它是没有办法恢复的。这个游戏的钥匙很重要，开迷宫的房间需要用到。另外还有一个资源就是炸弹，这个炸弹可以用来炸一些坚固的金属宝箱。钥匙和炸弹这个设定听起来非常像塞尔达呀。这里就是监狱，救出了一个同伴。这个同伴是个商人，这样的话咱们回到营地就可以买些东西了。后面再给大家演示。地面的很多杂物并不是单纯的背景，而是可以破坏的。里边能够拿到一些素材，或者是金币。咱们后面救出了铁匠之后，可以用素材打造一些武器。但是打造武器除了素材之外，还需要有设计图。所以这个游戏的元素还是很丰富的。我刚才说这款游戏是肉鸽银河城游戏，银河城我就不多做解释了，所谓的银河战士恶魔城。肉鸽呢，就是说它有很多的随机要素，包括了每个迷宫，咱们每次进入它的迷宫结构都是不一样的。另外迷宫门口所摆的武器也不一样。所以说你如果刷素材，
或者是刷武器，就可以反复的进出迷宫。另外，迷宫上有一些房间是用图标来表示的，那它就是特殊的房间，包括了宝物库、森林精灵、监狱等等。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森林的精灵啊，因为不是每次进迷宫都有的，而且它提升的是你的基础血量。宝物库里边一般是给一个饰品，这些饰品都是有特殊效果的。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传送站，这个传送站默认是传送到迷宫的出口。现在咱们进迷宫进的也比较深了，所以说还是利用一下。屏幕上方的中间能够看到这个迷宫的地图，但是呢，它只显示中间的3行。如果你想看迷宫的整体地图的话，你需要按暂停键，调出菜单。菜单里边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。包括人物现在的属性、装备的饰品，以及迷宫整体的地图。这个地方就是宝物库。无敌状态下3倍伤害，他所说的无敌状态是你被敌人击中了，闪着光，这个时候能对敌人造成3倍的伤害。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莽的饰品。我现在的钱够100了，所以这里我就回到了小精灵这里，把血量最大值提升了一下，然后咱们再回来。回来的话，有骷髅标志的这个房间就是 BOSS 的房间，右边这里有一个传送站，需要50金币来打开。有它的话，方便迷宫刷 BOSS 啊，因为它的传送点也在迷宫的入口处。这样你再刷 BOSS 呢，就不用再通过整个迷宫了。但是这里我没有钱了呀，我把钱用来提升血量了。BOSS 是一只野猪，就这么几种攻击方式。但是这个货是有2形态和3形态的，现在他生气了，进入了2形态。2形态它的跳跃，第2次落地之后有一个阵地的效果，可以让咱们陷入短暂的麻痹。另外，吼叫攻击也变成了2波。而且它的第2段落地是能够震下来箱子的，现在只能震下来1个。3阶段了，3阶段是跳跃3次，震下来2个箱子，但是这2个箱子的位置啊，或者说和 BOSS 的距离是固定的，所以也比较好躲。毕竟是第1个 BOSS 啊，难度不高。虽然我站的是安全位，但还是跳一下躲他的麻痹攻击，就是把咱们的腿震麻了呀。打完了，拿到了宝玉。另外，游戏当中可以入手一种东西，这里的翻译叫做动物预言，但实际上它就是怪物图鉴。打第2个迷宫，我给大家换一下战士。先看一下商店，这里卖额外的血量、钥匙、炸弹、地图、防眩晕、防火、防毒，还有驱虫药剂。那这些药剂呢，购买之后在下一个迷宫生效。另外，商店里边还卖宠物的食物，如果使用游侠的话，可以使用宠物食物来召唤宠物。第2关有2个选择，这里我进入了马戏团。
这里给了一把匕首。匕首的优势就是蓄力攻击，可以把匕首扔出去，而且还能回来。剑的话，蓄力就是短时间之内增加攻击力，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尤其是打 BOSS 的时候，因为打 BOSS 一般咱们都需要抓机会，一旦有输出的机会了，来一个2倍的输出，那是非常爽快的。游戏的操作就是3个键：攻击、跳跃，还有一个冲刺。跳跃的话可以2段跳，战士在空中的攻击灵活性还是很高的，因为它可以向8个方向挥剑。游侠就只能平射了。之前用游侠的时候，可能大家没注意，游侠也是可以蓄力射击的。法师的蓄力攻击是把法术强化一下。这里来到了酒馆，酒馆这里是给我喝了一个汤啊，这个汤可能是用剑手青熬的。咱们喝完了之后，大家注意屏幕的这个效果。但这个效果是暂时的。这个地方我被打了一下，临时的血量被打没了。因为现在人物相当于一个迷幻的状态，脚下站的位置已经掌握不准确了。好，这个汤过期了。达摩克利斯之剑。这个饰品还是很坑的，尤其是你刚刚接触这款游戏，它的效果呢是让你的攻击力2倍，但是你的血量只剩下1点了，被碰一下就会挂。对于战士来说呢，如果我蓄力的话，那攻击力就是4倍。所以这个饰品的效果还是很刺激的，如果被击中的话就没了。但是这里我非常幸运啊，捡到了一个临时的血量。临时的血量是不受饰品控制的，所以现在我既是一个攻击力2倍的状态，血量又不是只有1滴，这样就比较爽了。上面有一个大的宝箱，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如果捡道具用剑砍到也是可以的，不是非要跳上去。从地图上可以看到，这张图的左边就是 BOSS 房间，但是下一层有一个监狱，里面关的应该是铁匠，所以我先去救他，回来再打 BOSS。进有的房间是不用钥匙的，但有的必须开门。这里有个例外的情况 ，BOSS 房间是不需要钥匙的，直接进啊。攻击力2倍真的强啊！再配合冲刺，蓝色的气球可以站脚，算是一个平台。这里出现了一个魔术师，箱子里只是有点钱。这样的话，把铁匠救出来了。
咱们回头去攻略 BOSS。本关的 BOSS 就是马戏团的团长，他的攻击方式还是非常有意思的，有随机的要素。拿到了一个锤子的武器设计图，这里我钱是够的，所以把这个传送门打开，花了50块。这个 BOSS 的机制呢，就是它随机选择攻击的手段，或者说给咱们考验。如果咱们完成考验的话，下面的观众就会向舞台上扔金币。如果咱们没完成考验，就会被扔砖头，被砖头击中就会受到伤害。这里是钻这些圈儿啊，我第一次自己玩的时候还以为是需要躲，结果就没完成这个考验。这地方让我想起了红白机平台的马戏团跳火圈儿，我发动了4倍的伤害，团长生气了，自己下来揍我。咱们的输出高 ，BOSS 打的也快，但这个货后面开的枪是打中我了呀。又拿到了一个宝玉，宝玉的作用应该就是解锁地图吧。给大家看一下铁匠。需要材料和金币。锤子，刚才我好像看见了镰刀啊。再给大家看一下怪物的图鉴。带问号的就是还没有打到啊。那好吧，游戏的流程比较长，本期的时间也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